黄希轩的案件已经完结了，而我们两个之间的合作也算是圆满结束。下来，我不能再帮你了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你该不会是得了什么绝症吧？呸！你才得了绝……哎，呸！我健康如牛啊，怎么会绝症呢？我是要搬去那个槟城。原来是搬去槟城。我还以为你要上天堂。有你这样讲话了吗？必须说我死吗？是你自己没有说清楚。好端端的，干嘛搬去槟城啊？什么好端端？哎，是有人高价请我去那边当调查员呢，高价哎。从实招来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其实是为我女儿。你找到你女儿了？找到了。那好啊，恭喜你！哎，你是怎么找到她的？上天的安排啊！啊，不是我找她的，是她来找我的。原来你女儿一直在找你。你看，始终是亲生父女，不管以前发生什么事，她都会原谅你的。只不过，这个跟槟城有什么关系？是这样的，哎，你也知道了，我跟我女儿失散了这么多年，她现在住在槟城，家庭也在槟城，我是觉得我有义务过去那边陪她，多点陪她嘛。这么多年没见，是应该好好弥补过去失去的时间。只不过啊，我才刚刚开始可以忍受得了你，现在要重新找一个合作伙伴，麻烦了。什么叫做刚刚开始忍受得了我啊？这是讽刺我呢，还是称赞我啊？有差别吗？反正你要走了。对啊，没有差别啊，你找我老板阿黑就可以了。他人虽然矮，但是挺聪明的。我会考虑一下。那我要走了。你没话跟我说了？没有了。喂，保重。你也是。你爸爸喜欢他的生日礼物吗？你爸爸喜欢他的生日礼物吗？哦，喜欢呢，他很感动。啊，喜欢就好。看你闷闷不乐的，我还以为他不喜欢呢。没有了，不关他的事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林正碧要走了，要走了？他要搬去槟城。为什么那么突然？他要找到他的亲生女儿，他女儿在那里，所以就决定搬去那里。父女团聚很好啊。韩格林找到他的女儿，以后就被拿你当替代品。你应该松一口气啊。为什么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不会真的把他当爸爸了吧？我又不是没有爹地。我只是随口说出来的。
果你再这样唉声叹气下去哦，这黑黑侦探社的财运都给你挨走了。你真的要走那么远啊？不会很远啊，从新加坡开车到槟城不到10个小时。哎，现在的兑换率啊很高哎，我去到槟城了，可以做有钱人，开好车，住豪宅。别装了你，你有不知道啊？你在躲避你女儿。既然找到她了，你要搬走，你在搞什么？之前我之所以找他们，是想知道他俩母女到底过得好不好，没有想过跟他们相认。现在呢，我已经认识了永安，而且跟他一起共事。再这样下去哦，我怕迟早会出事的。怎么可能会出事呢？你不说，你的前妻跟她老公更不会说，那你女儿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啊，就算万一有一天她发现了，到时再搬也不迟啊。我只怕到时候他把我当仇人，现在最起码他把我当朋友。嗯，也对，像你这种人呢，整天口无遮拦，万一哪一天说漏了嘴，啊，那你们不见面呢是比较安全的。你的嘴巴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所以啊，你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。放心啦，我柯金星如果出卖了林正斌的话，我这间黑黑侦探社倒闭。收回你的誓言吧，你这个黑黑侦探社随时都会倒闭，别到时候拉到我头上来。喂，你诅咒我？我是提醒你。唉，想想啊，其实我也不舍得这里，尤其是你啊。说真的，我应该感谢你。当时啊，我最落魄潦倒的时候，你把我带到这里，给我一份工作，所以我才有饭吃。哎呀，兄弟一场，何必计较呢？就好像我欠你钱，你也不可能跟我要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我们是好兄弟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想啊，到时候如果去了槟城，你没有每个月转账给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做鬼了也飞回来抓你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又不是不知道你的个性，你是特别吝啬的。现在是你欠我钱，不是我不愿意请客，什么吝啬？你不请客，我请客 ，OK， 我请喝酒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不。哎呀，没有酒精的。有这样的局。放心，啊，祝你一路顺风，半路失踪，不要想我。哎呀，说真的，其实我也挺了解你，你喜欢赌嘛，没问题啊。反正是几十岁了，把它赌完输光，到时候你就游泳去槟城找我，我肯定帮你去跳楼。我呸！你明白就好。去。Hello，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洪律师在帮我妈立遗嘱。不过这方面很有经验，你可以放心。我先去忙了。Mr. 丹，你妈好像很不舒服。来，先喝点水吧。妈，你怎么样？哪里不舒服？我头晕，想吐。要不带你妈去看医生吧？应该不需要了。我妈在吃一些抗排斥的药，医生说可能会有些副作用。抗排斥的药？我妈之前得了肾病，去年刚换肾。来，这边按一下。我之前都说不必换肾，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熬一下，随时啊就走了。反倒是你这么年轻，不值得。妈，我是你儿子，我的身体是你给的，还你一颗肾天经地义。你如果不想我后悔的话，就好好照顾自己，健健康康的活着。洪律师，都谈好了吗？还剩下一些小细节。妈，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话，我们改天再来，不急着一时半会。我可以的。
可以的。真的吗？嗯。王律师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没问题。王女士，你 OK 吗？ OK。妈，我就在外面，有什么事随时叫我。拍照。你看，现在情侣都喜欢这么拍的啊，然后放上去社交媒体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啦，我不喜欢拍照放在社交媒体的，我觉得很没有隐私。你放心，我的账号是 private 的，只会让认识的人看到。你不觉得那些人一天到晚把自己的一举一动放在社交媒体上放闪，你不觉得他们很自私吗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单身人士的想法。如果你是单身的话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对不对？好啦，我留着自己欣赏，不放上去社交媒体，可以了吧？怎么了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用，你走，我跟着你。休息一下。抱歉让你久等了，你也知道我妈了，所以我们暂时只能避忌一些了。我到底几时才可以光明正大的见你家人啊？很快的，只是不是现在。那是什么时候？你都已经从澳大利亚回来了，你也说你爸妈知道你在澳大利亚离婚的事情啊。他们是知道我离婚，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了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很快的接受我有一段新的感情。你知道我妈跟晴姐关系，如果我现在把你介绍给她，她没有办法接受的。我是不想你为难，我想保护你。怎么越说我越像你小三啊？不要胡思乱想了，我一定会让你名正言顺的嫁给我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现在就已经很委屈了。啊！怎么了？刘大？我不知道啊。别动，来，喂你。怎么样？还很痛啊？这里。稳定啊。要不要看医生啊？不用啦，揉一揉就没事了。对不起啊，要让你受这样的委屈。不过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安排时间让我们的家人见面。到时，让你名正言顺的成为杨太太。其实我明白你的立场，我只是一时想不开，是我太自私了。
该道歉的人应该是我。对不起啊。啊？说什么？我说我的脚没那么痛啊。你总是那么善解人意，你叫我怎么不爱你啊？哎，我刚刚才原谅你。你的最爱，还有啤酒，你不用客气。我呢，已经戒酒了。你走了之后啊，这世界很多事情都变了，但有个事不会变，就是你永远是我的兄弟。我马上要去槟城了，我走了之后，你一定要好好保佑苏媛一家人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尤其是苏媛啊，她一辈子劳心劳力为了家付出太多了，毕竟第三马上也要生孩子做爸爸。是时候啊，为自己着想一下，想想自己要过点什么生活。我走了之后，不太方便常常来看你了。但是如果你要见我，应该没有难度。有事没事，随时欢迎到我梦中来。你叫这么多，怎么吃得完？我们来这个小贩中心来了大半辈子，吃都吃出感情了。现在啊，我们有机会能吃多一点，就尽量吃。以后有没有机会来这里都难说。哎，这个黑萝卜糕是你最喜欢吃的，来。你真的决定要走？机票买了，辞职了，公告天下了。你觉得我现在还能不走吗？你明明就舍不得离开这里。唉，说真的，我也不想走，但是为了我女儿，我一定要这样做。难道除了离开，你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唉，我的前妻说的对，我现在整天跟永涵在一起啊，是很危险的。我们的秘密迟早藏不住。我之前就差点说错话，幸好我收回了。没办法了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。可是你这样的牺牲太大了。为人父母，为了孩子，我是心甘情愿。你看你，还不是一样？怎么扯到我身上？当年你在工厂工作，拼命的赚钱养家，后来出了意外，把手给弄废了。现在连重一点的东西你都拿不到，那你说，你的牺牲是不是比我更大？妈，你的手还痛吗？啊，不痛不痛，医生都打了止痛药，不痛了，没事的。可是医生说你这只手以后不能处理了，怎么办？妈还有右手啊，我又不是完全残废，一定可以再找到工作的。嗯。妈，我想退学，早点出去工作。不行，你的成绩这么好，而且就快毕业了，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放弃？哎呀，你不用担心，妈知道你孝顺，妈还撑得住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你只要专心读书，一切都可以解决的。嗯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张先生，房租能多宽限几天？可是你们已经吃了很多天，现在都快要月尾了。啊，是，我知道，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现在正在筹钱。我妈妈的手受伤了，没有的工作，我们又不是故意欠你租金的。我知道你们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一直这样子也不行啊。抱歉，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把钱筹给你的。其实还有一件事，有人也想跟我租房。他愿意出比你们多58%的租金，所以下个月开始，你们的房租要起58%。58%这么多？
有人肯出更高的租金，我没理由跟钱过不去吧？那么短的时间，我们能够搬去哪里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会尽快想办法把钱筹给你的。那段时间真的不容易，很多时候都很想放弃。还好有小山，小山就是给我坚持下去的动力。我也不是万能的，还是需要外来的帮助才行。你还说，当年啊，你不止不领情啊，还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顿，你还记得吗？真是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认识张先生吗？普通朋友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张先生突然说不起租金，是不是因为你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说是吗？那我直接去问他。租金突然间涨了58%，我觉得太欺负人了。你怎么知道租金起了58%？你帮我付了那58%的租金？哼，你以为你这样子做我就会原谅你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没有打算让你知道的。你不要把自己讲得那么伟大，你只是想让你的良心好过一点，收起你假惺惺的样子。我是永远不会接受你的帮忙。如果你不舒服的话，不用你管。对。张先生，是你啊？舒远在吗？他搬走了。他搬走？他看到你给我钱过后没几天，两母子就匆匆搬走了。你知道他们搬去哪里吗？他没说。啊，等一下，这是他要我交给你的，他大概猜到你会来找他。安北，你还是送我去啊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不对。我还说自己是你的兄弟，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背弃你，是我直接害死你的。宝英啊，我爱你家破人亡，而我呢，我现在也妻离子散。我老婆把我女儿带走了，他们不理我了。你也把我带走吧，我活也没用啊！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你把我带走，把我带走啊！我求你啊！我老公不需要你赔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等一下，帮我摆好东西。那一刻呢，你就好像仙女下凡这样打救了我，要不然我现在呢就跟炳兰在一起。我是不想你去打扰炳兰。我有这么烦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是你给我重生的机会，因为你两母子，让我决心戒酒，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。
虽然说我知道有一些遗憾是永远弥补不了。其实那段时间你也帮了我们母子很多，我早就试过，你也应该学会放弃。道理我懂了，但是呢，能不能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我还是要亲口跟你讲一声谢谢，是你让我做回一个真正的人。哎呀，别弄得那么尴尬。我听人家说啊，好的鞋垫呢可以减少腰酸背痛。你又浪费钱了，你刚刚才买钙片给我，现在要花钱买鞋垫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你呀，不要老只顾着你的儿子跟媳妇，你一定要对自己好，记得吗？我不觉得我对自己哪里不好。你还说你对你自己好，你老不舍得买给自己东西，但你买给别人的东西又这么多。那不一样啊！你这人平时那么懒惰洗衣服，1个礼拜才洗1次，衣服破了还照旧穿。要不是我提醒你，你也不肯拿衣服去洗。我是担心到时候你去了槟城，没有人提醒你，你又懒惰，你还是带多几件衣服去比较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不要搞得好像你是我老妈这样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。反正你记得，能吃就吃，能睡就睡，能玩就玩，不要亏待自己，知道吗？你比我老妈还啰嗦。如果你真的舍不得走，那就留下来吧。哎呀，其实我也很想，但是我觉得是时候让我自己独立了，不要老是要我老妈来提醒我去洗衣服啊。哎，来，喂我老妈。哎呦，来喝。来，谢谢你。Hello。哦，哇，稀客，丁律师，哎，请进，请进。来，坐。哎呀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很凌乱呐，也没办法，最近接了很多大案子，真的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因为我们是新加坡 No.2 的侦探社。那No.1是谁？哦，不知道，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。你跟林正斌果然臭味相投，难怪会一起工作。哎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吗？我来是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，林正斌跟我说可以找你。哦，没问题，正斌有交代过，合作条件跟以前一样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人，做那么久都没有倒杯水给你喝，哎，喝咖啡好不好？我去泡。不用了，我不会太久的。要的，正斌说你最喜欢喝咖啡，我去泡啊。哎呦，哇，你看案子太多，正斌又走得那么匆忙，哎。他俩母女走的时候啊，把有纪念性的东西都带走，幸好我还有这张照片。这张照片我好像见过。哦，这张照片啊，是一个从大马过来的爸爸委托我们帮他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，这是唯一的一张他跟他女儿的合照。怎么样？你认识他？我之前见过的是林正斌的照片，只不过那张照片的小女孩和背景跟这张一模一样。哦，那张照片啊，是我 P 上去的。他为了方便查案，所以就假扮这个小女孩的爸爸喽。P 的照片？对呀，是我亲手把他人头像给换上。怎么样？看不出破绽吧？我的技术是不是很厉害啊？拿查案用的照片给我看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难道他对你真的有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，他其实没有女儿，可是拿了一张假的照片给我看，就是要我放下戒心。我知道了，他喜欢你，你不喜欢他，
你又跟他说你有男朋友，他怕尴尬，所以才说把你当女儿看待的。不要吓我啦！可是如果你刚才分析的都是真的，那他为什么拿假的照片给我看？为什么不拿他跟他女儿的真照片给我看呢？可能他跟他真女儿没有拍照，就借一张假照片骗你安心了。我还是觉得事情有点蹊跷。新加坡结婚是有记录的，你上网查一下他们有没有结过婚，顺便看一下他的前妻是谁，说不定可以找到更多线索。他真的有结过婚？33年前，时间线对得上，可是没有公布全名，身份证号码也只有几个号码。看来要知道他的前妻是谁，还需要更多的资料。丁律师，要不要找私家侦探帮忙啊？丁律师。不需要了。哦。好了，那明年我们就去下雪的地方，好吧？好。吃草莓。爹地妈咪。哎，回来啦！回来了。厨房还有饭菜，我去弄着给你。哈，很快啊！哎，过来，爹地买了很好吃的草莓哦，一起吃。拿一个。怎么了？这是林正斌的婚姻记录。虽然妻子依然就有姓氏，可是他的身份证号码最后几个数字跟你的一样，这不可能是巧合。你跟林正斌结过婚，结婚日期是在我出生的前1年。你跟爹地不是结婚了吗？难道你重婚？是的，你妈咪曾经跟那男的结过婚。在我跟你妈咪结婚之前，他们已经完成离婚手续了。既然是这样，离婚是很普遍的事，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？难道你们怕我不能接受？对不起，我们知道不该瞒着你，只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你开口。因为我是林正斌的女儿。真的很不想让你知道，你有一个这样的亲生父亲。所以是真的。我真的是林正斌的女儿。小白，你听我说，那时候你年纪还小，林正斌每次喝醉酒就对你妈咪动粗，你妈咪是怕你受到伤害，他会申请离婚带你离开的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们为什么千方百计要我疏远他。如果不是我自己发现，你们是不是打算瞒着我一辈子啊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不是过得很好的吗？干嘛因为他而影响我们的生活呢？你说是吗？啊？无论如何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若涵，
小孩。算了，就让他冷静一下吧。女儿现在一定很气我们。突然知道这样的事情，患者谁也不能接受的。给他一点时间冷静吧。如果当初我们早点叫他远离那个人，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你忘了，我们试过了，但不成功。事情会曝光，也是我们意料中的事啊。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被永涵自己发现了。爹，你说永涵会不会从此以后就不理我们了？不会的，你是他妈妈，他不会不理你的。他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冷静罢了。那你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阿正道不会再叫我爹地啊，我不会怪他的。毕竟这是事实嘛，啊。可是这样子对你很不公平啊！我是心甘情愿的，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，嗯。永涵现在已经知道那个人是他的爸爸，如果他再追查下去，就会发现当时的真相了。放心，没事的。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就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嗯。律师，记得下午要跟 boss 开会。进来。丁律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真的没事？嗯。有事的话，随时可以叫我。等一下。你等一下有空吗？能不能陪我去个地方 ？OK 啊。嗯。是啊。知道这么多，我们吃得完吗？吃得完，我还担心我们吃不够呢。这个有300多卡路里，这个有400多卡路里，这个可能有500多。不用管这么多啦，吃吧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已经知道林正斌的前妻是谁了。谁啊？吴马明喽。他们结过婚，
所以你是安格林的女儿？我刚刚知道这个秘密的时候，我也跟你一样，脑袋一片空白，不知道怎么反应。你还记得那张 P 过的照片吧？他一定是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，所以预先准备好拿那张照片来骗我。后来担心自己忙不了多久，就干脆搬去槟城住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去槟城，总之就是想要一走了之。可能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你。之前他酗酒又家暴，可能担心你不能接受他吧。我妈咪也是这样，全世界都瞒着我，就只有我这个傻瓜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多大了？这种事情我都 handle 不了吗？他们就是太小看我，我是有知情权的，他们根本就不尊重我。你乐观的想一下，也不是一件坏事吗？现在有2个爸爸疼爱你，不是很好吗？很好吗？那你拿去啊。那我可以要你现在这个 daddy 吗？Hello， 安格林。嘿嘿，好久不见啦！好像也没有很久啊。证明我很想念你喽。你少来啦！是约了丁律师吗？没事，他不知道我来的。哦，他还没有回来耶，要不你先等一下吧。不用了，我要赶着去机场。我是有一点东西，麻烦你帮我交给他。丁律师，刚才安格林来过，让我把这个给你。他人呢？刚走了。